女孩才14岁，就开始从事起了成人直播，她会满足观众提的各种变态要求。With my shirt on? It is hot in here. 却没想到她竟是警方的鱼饵，警察在利用她钓恋童癖。很快，全世界都有人进入了直播间，而警察先锁定了距离最近的艺人，随后就立马赶到了他的公司，在女孩的指认下，将地中海大叔给逮捕了。可他竟狡辩只是聊天而已，结果警察立即嘲讽内容可是关于性的，不料大叔又称那只是想法而已。最后警察也不废话了，直接要他供出他的那些朋友，因为抓住主谋才是警方的目的。可男人却惧怕说出之后被那些人报复，哪知警察直接威胁，应该让狱友招待你这个恋童癖。男人这才不得不坦白了。随后根据他的交代，警察假装成顾客来见了摄影师广坤，因为他不仅喜欢拍摄活力满满的小男孩，而且还是地中海口中的大变态。广坤曾幻想不再满足于性，更想折磨男童，然后再放干他们的鲜血。接着警察就提到了地中海，谎称是熟人介绍，想买那种特殊照片，而广坤一听就明白了，随后就把警察单独约到了酒吧。起初他很是谨慎，但警察凭借精湛的演技，很快就卸下了广坤的防备，然后他就暴露了自己扭曲的一面，眼神阴郁的坦言：我想看看把幻想变成现实到底是什么感觉。而这番直白又惊悚的话，瞬间让警察心头一紧。可是当把这段录音拿给检察官听后，检察官反认定这是钓鱼执法，但大队长坚称广坤才是那个提起要开发男孩更多用途的人。然而检察官仍不能仅因他人想象就控告他们犯罪。见状，大队长只好只是再审地中海，获取更多线索。于是警察就逼问他，广坤有没有真正伤害过男童。结果地中海真的想起一件事，他交代我俩曾看过国外的一场直播，广坤一直给主播发信息 ，asking him to hurt the boy, make him bleed. I turned it off, but then later Orestes bragged that he had watched the boy die. And then he said to me that we should find a boy that nobody would miss. 那意思不言而喻了，广坤确实想伤害男童。随后警方就设下了圈套，由图图警探假扮成人贩子，大队长则带着广坤来找他购买男童。可图图开口要4万现金，广坤当然没那么多钱，于是图图假意就要离开，搞得广坤赶紧展示诚意，声称我有一个隐蔽场所，咱们可以进行直播赚钱。随后他就带着俩人来到了藏在画廊深处的密室，而这个专门为折磨儿童打造的空间，里面摆满了刑具，阴森恐怖。Boys I bring in here are henceforth never the same. You're a sick freak. Like you. Want some skin in the game? Let's peel it off that boy. 即便事先已做好了心理准备，可现在俩人也被广坤震撼到浑身发冷。当然接下来警方就接管了这里，开始全面搜查起来，试图找到男孩的尸体碎渣，同时也发现了广坤拍的折磨男童的照片，简直太变态了。然而广坤却狡辩这都只是我的幻想，根本什么也没发生。警察当然不信，因为他们已经找到了照片证据。不料广坤竟解释这些都是 AI 生成的，至于说要买个男童也是玩而已。哪知这一下就惹怒了嫉恶如仇的本森，当即恐吓再不交代就把你绑在你的椅子上，然后切开让你的血流干。但广坤还是不承认，于是警方只好又换了一个人审问，开始唱起了红脸，假装和广坤曾有一样的幻想，试图引诱他说出实话。而广坤果然像找到了知音，可没等他交代，律师突然及时赶到了，搞得警方只能暂停审讯了。接着坏消息也传来，技术科证实那些照片真的是 AI 的，并且虽然密室里找到了体液和毛发，可是 DNA 都只属于广坤一人的，没有其他人了。对此本森怀疑是被清洗了，但那里没有发现漂白剂痕迹，广坤没法在抹掉他人 DNA 痕迹的同时留下他自己的痕迹，这下搞得警察没办法了，只能又请黄博士对广坤进行精神评估了。结果却把黄博士都吓到了，广坤的幻想和预谋太可怕了。 And then a few years ago, it reached the point where thinking wasn't enough. That's why he photoshopped those images and built that chamber like an addict. The reward centers of the brain are activated by sequentially stronger stimuli. Will he act on these impulses? Well, here's another analogy. Some people just talk about suicide, but we worry about them when they go out and buy a gun. And Wilkes? That chamber, it's an arsenal. 这么看来，绝不能放过广坤了。即使没有任何实际证据，检察官还是起诉了广坤。首先当庭展示了那些刑具，接着图图证实广坤说过想在里面把男孩折磨死。不料律师的辩词也很简单，就是一切都没有证据，一下就把图图怼了回去。随后针对黄博士的评估结论，律师又反驳，并不能代表广坤一定会犯罪，所以不能判定广坤就是罪犯。结果经过第一次开庭后，检方并未取得多大战果，但警方并没有放弃。他们继续深挖广坤的犯罪证据，最终找到了他的前妻，并从女人口中得知了一件可怕的事。前妻称，我曾偶然看了广坤的电脑，他居然在和别人聊我和儿子，聊他们会对我们做的事，而那时我们的儿子才6岁。虽然他说那只是游戏，但也知道控制不住自己了，所以他选择了离婚，并放弃了儿子的抚养权，同时保证不再接触其他儿童。无疑这是广坤犯罪倾向的铁证。随后在第二次开庭时，警方将前妻和儿子带了过来，
结果广坤一看就变了脸色。随后检察官质问你为什么不和他们联系了，而事到如今，广坤只能坦诚对年幼的儿子产生了邪恶幻想，但为了保护孩子，我主动放弃了抚养权，与前妻离婚，彻底远离了儿子。 He's my son. I didn't hurt him. Would never. 而这份仅存的良知，让广坤始终将幻想克制在行动之外，但也恰恰证明了他内心的扭曲早已根深蒂固。接着就进入了最后陈述阶段。检察官的观点是，广坤曾观看折磨男童的直播，甚至相信自己会折磨自己的儿子，乃至杀死他。所以他就像一颗已经拉开引线的手榴弹，如果现在不阻止他，总有一天会有无辜的孩子受到伤害。而法律的意义不仅是惩罚犯罪，更是预防犯罪。但对方律师的辩护 却直击法律的漏洞。他面向陪审团，语气坚定地反问：广坤从未实施过任何犯罪行为，也没有伤害过任何人，难道仅仅因为内心有邪恶的念头，就要被定罪吗？我们难道要活在一个起心动念即有罪的荒诞世界里吗？这番话让整个法庭陷入了沉默，也让检察官无力反驳。最终，陪审团做出了裁决：广坤绑架未遂罪不成立，性侵儿童未遂罪也不成立。这个结局让警方陷入了巨大的挫败感。这个潜在的危险分子就这样堂而皇之地走出了法庭。 但也留下了终极拷问：法律惩罚的是行为还是思想？